怎么会在厕所呢？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件事。但首先我想要先说，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拍给我家人看的，因为这件事呢，我跟他们提过了，但他们应该是当耳边风了。所以呢，今天我想来做一个小实验，看能不能彻底说服他们，从此以后呢，冲马桶要盖马桶盖，马桶盖不是装饰品哦。我特地准备了以下的材料：坏掉的牛奶1加仑、培养皿、口罩、实验衣、手套。首先来说明一下实验的内容吧。为了证明不盖马桶盖冲马桶里面的细菌会喷出来，我特地准备了坏掉的牛奶来代替粪便，还有培养皿用来收集马桶喷出来的细菌。那我们开始吧。现在这些培养皿都收集好了，我们就静置于室温几天，看看会不会长出东西吧。我其实蛮紧张的，希望会成功。好，那就几天后见啦。今天是第3天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实验结果吧。我刚刚已经统计过了。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牛奶的对照组，基本上呢就是非常的恶心，然后细菌长得超多的，所以呢坏掉的牛奶真的不能喝，好吗？超恶的。那再来看这个空气的对照组，这边只要呢打开培养皿呢，在空气放一小段时间，基本上都会长一些细菌，这是非常正常，空气中本来就会有细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比较有趣的，给大家看一下放在离马桶大概135公分处的实验组跟对照组。这个是有盖马桶盖的，你可以看到啊，其实有盖马桶盖的这个数量啊，明显的比刚刚这个空气的啊还多了许多，就代表说呢，其实冲马桶真的是会喷东西出来的，而且即使有盖盖子，还是会喷东西出来。那我们就来看看没有盖马桶盖的数量吧。噔噔，超多的，超恶的。我们来比一下，这边是有盖马桶盖，这边是没有盖马桶盖，你可以看到差超级多的。天啊，这真的非常的恶心。你想想看，这么多细菌喷在你的牙刷上，好不好？超恶的。所以啊，这个小实验告诉我们，盖马桶盖还是非常重要的。盖马桶盖可以将喷出的细菌数量减半呢。好啦，希望我有说服你马桶盖的重要性。而且啊，其实你想想，如果啊冲马桶时都要盖马桶盖的话，那这样男生女生就不用为了马桶座椅是要拿上去还是放下来而吵架啦，对不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